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12号。昨天比特币离我们计划目标江恩的点位 25K 只差了100点，现在是冲高回落。除了这边有一个上升楔形的结构，还有什么原因？它为什么不涨呢？就是如果是来到前波的高位，已经讲了一段时间，不能再追。你如果要获利了结 25K， 看个人的手法，是超短线还是说长线？长线我在底部买的筹码，还是选择在抱啊。至于今天也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 MACD 指标，我们怎么利用它来获利啊？那今天在给的多单建议还是维持昨天不变啊 23.2K 以太坊1740，包括 UNI 这一波上涨，我们支撑已经是上修了好几次啊，不然你这一次观察一下这几个点位还有没有买点，万一是有错的情况下1%止损，这是针对超短线啊。在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， 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，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向 BNOK 返佣永久 20%。 我们先来看一下盘面吧，这边是有一个上升楔形的结构，是一个主要的原因。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一半，它是很接近这一个 25K 哦，我们尽量不要去追。再上去的压力就是在 26K， 在这根 K 线的开盘价附近。一根长 K 线一般有两个很重要的阻力位或支撑位，下跌的长 K 线一半的位置是一个压力区，还有一个开盘价是一个压力区。那如果上涨的 K 线呢，就是一半的位置是支撑，开盘价是一个第二个支撑啊。反正就这样子来观察吧，就是这一个位置它是在接近一半的位置有一个压力区，还有一点就是这一个日线级别的100均线啊，短期也是有一定的压力。那现在我们尽量去观察一下，它现在是快接近收盘啊，收盘我估计可能收不上去，现在也是在整个波段里面看到的一个现象，有一点类似这边的一根 K 线，量能是非常的大，在这个位置是不是短期有人先获利了结，或者是主力在这个位置看到上升楔形的结构，可能觉得特别是上方有100均线的压力下，它这边可能要洗盘。那么再观察一下这一个量是怎么出来的，4个小时是怎么出来的。整波的位置昨天是有提到，它有可能是在复制，因为拉下来主力知道，我前2天不是给大家揣测嘛，有可能主力是知道它 CPI 会处理好，因为 CPI 现在是转折嘛 8.5， 那来到低位区，我前面是给大家揣测，它有可能就是目的为了压回更好的拉升，就类似这个位置，这边是主力挖的陷阱，这边是主力挖的陷阱，破位挖坑，破位挖坑，挖完以后他不是把这个高点给过，类似这个高点给过，过的话拉到这个高位，把这个高点给过，类似这个高点，有可能短期类似这个位置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就是接近这一个区间，这下方的一个区间，凡线是在这个位置哦，就短线上啊，尽量观察一下，有可能它是不是类似这一个区间震荡。当然每一次的震荡形态都不一样，量能跟前波是不一样，在底部拉升的时候是有量，但是拉完以后来到高位的时候，人家是这一根也是有量，现在是在高位有一根量是空方败向的量，这个位置是有大量出来，所以尽量观察一下吧。这一次还是等，如果你短线还要做，当然我的选择还是不变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1个小时的 Vegas，1个小时 Vegas 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个是我必须要遵守的首先做单的原则。它只要在金叉的结构，或者是线是向上的结构，金叉的结构，遵守的原则就是减少做空，或者是尽量不要做空。死叉的结构，价只要在线下，那你做的选择就是要遵守这一个原则。死叉向下的结构，你只能做空啊。向上的结构或者是金叉的结构，这是压回来做多。那如果是死叉的结构，就是反弹高点来做空，找这些压力区去做空啊，像这些位置，特别是这一条576跟676的高位去做空。那只要是金叉的结构，你就是找这种576跟676的支撑区去做多。前面2次都已经是达到这个位置，这一次不然再观察一下，如果是$23,200
反正就尽量观察吧，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震荡，它现在576跟676慢慢在上垒，下一步也可能会来到这个$23,200附近，看短期震荡的一个情况。至于 MACD 要怎么来应用，我们今天也要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以前有跟大家聊过的一个知识。它会不会穿零轴？穿零轴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你不一定要去看 MACD 穿零轴，我们只要观察价格来到这一条绿色的60均线附近的时候，它的 MACD 指标就是接近零轴的附近，类似这种位置啊，它靠近60 MA 附近的时候，它就是接近零轴附近，有可能就是会穿零轴。60均线上方的时候，它就是穿零轴，或者是价格只要在60均线下方 ，MACD 指标全部都是在零轴下方，或者是价格从高位回到这一个60均线附近的时候，有可能 MACD 指标就是要破零轴位置，就是接近零轴附近要破零轴附近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位置不是破了60 MA， 这个位置不是过了60 MA， 就是从这个位置破零轴，从这个位置又穿零轴。那更早的位置呢，像这种很靠近的位置，靠近60 MA 位置的时候，它这边就是在零轴附近焦灼。所以有时候我个人是比较看重这一个穿不穿零轴这一个 MACD， 那你就看这个60 MA 主力的生命线。那至于我们要怎么应用它来获利，你尽量去观察一下，如果是一波上涨，涨到高位的时候，有没有这种还是一样，就是鸭子张嘴嘛，不断的鸭子张嘴，张嘴的，如果是再放柱状的时候，一般会有10根的柱状，尽量逢压回的位置去做买入的动作，这种压回的低点，你看到它有没有10根接近10根末端的时候，尽量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多点。就是首先前提是价格必须在这个20 MA， 就是正向趋势的时候，价格只要在20 MA 附近，或者是20 MA 还是上翘的时候，我们尽量观察有没有这种 MACD 放个10根左右，它有可能不会死叉，就是会有转折，这是第一点啊。还有第二点就是尽量去观察它的每个分有没有比前面的分更大，比如说这边是比这边大，那这边比这边小的时候，你尽量高点。如果是你是逆势交易者，那就在这种位置高点的位置去选择放空。这一次也是一样，它就是这一个分值已经比不过前面的这个分值，所以已经跟大家讲了几次，你尽量去观察这个高位过的时候是不能追哦。还有比如说前面的一些历史高位，我们再观察一下，比如说这个高位哦，就是这个柱状已经是跟不上前面的这个柱状，那它有可能就是这种高点，你再配合一些比如其他的技术指标，有没有空方吞噬，有可能就会有这种短波的一个利润，尽量去看柱状。我有时候看的话也是看柱状，柱状也是会有背离的效果，大致的思路就是这样子嘛。那至于现在的行情，我估计周六周日可能还是震荡，在这一个矩形里面继续震荡，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